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那是一个普通的周一上午，公司例行的月度表彰大会。作为财务部的主管，我坐在会议室的中间位置，静静地听着各部门负责人的发言。当轮到市场部时，我的妻子林美，公司的市场总监站了起来。这个月，我要特别表彰我的助理王林。林美的声音洪亮而自信。过去3个月里，她加班加点，协助我完成了2个重要客户的签约工作，为公司带来了近2000万的收入。掌声响起，王林脸上露出腼腆的微笑。她是个不到30岁的年轻女子，能力出众，是林美一手提拔起来的得力助手。为了奖励她的出色表现，林美继续说道，语气中带着几分骄傲，我决定送她一份特别的礼物。说完，林美从包里取出一个精致的小盒子，递给王林。王林惊讶地接过盒子，在众人的注视下打开，一把闪闪发光的车钥匙躺在丝绒垫上。这时，王林显然被震惊了，宝马3系的钥匙。车就停在公司门口，林美微笑着说，你的努力值得这份奖励。会议室瞬间安静了几秒，随后爆发出更热烈的掌声和赞叹声。然而，在这片喧闹中，我却如坐针毡。我和林美的共同账户上个月才刚刚支出了一笔不小的金额，当时她解释说是给父母买了一套小公寓。而现在，他居然当众送给他的助理一辆价值30多万的豪车，这完全超出了一个上司对下属的正常奖励范围。更让我心生疑虑的是，在会议结束时，我看到林美和王林站在走廊上低声交谈，两人之间的距离异常亲密，林美的手甚至轻轻搭在王林的腰上，眼神中流露出一种我许久未见的温柔。当我走近时，他们立刻拉开了距离。王林匆匆离开，只留下林美对我微笑。今天晚上我要和客户吃饭，可能会晚点回家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发作，也没有质问。在公司这个场合，我选择了保持沉默和理智。然而，我的心已经开始翻江倒海。回到办公室，我无法集中精力工作。那把闪亮的车钥匙，那个暧昧的眼神，那只搭在腰间的手，所有的细节都在我脑海中不断重播，组成了一个我不愿面对却又无法忽视的可能性。我们结婚5年了，最近2年来，林美确实变得越来越忙，常常深夜才回家。他说是工作压力大，我一直选择相信和支持他。但现在我不得不怀疑，这些加班背后是否隐藏着我从未想过的秘密。午饭时间，我独自一人坐在公司食堂的角落里，心不在焉地拨弄着盘中的食物。这时，王林兴高采烈地走进食堂，身边围着几个同事，他正向他们展示着那把新车钥匙。太夸张了吧，林总居然送你一辆宝马。有人惊叹道，你们关系也太好了吧。另一个同事调侃地说，我们确实很投缘。王林笑着回应，眼中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神色。林总对我很特别，这句很特别像一把尖刀，深深刺入我的心脏。我放下筷子，决定做些什么，不是当场质问，不是与妻子对峙，而是一个更加理智、更能彻底解决问题的选择。我起身离开食堂，径直走向了公司人事部的办公室。回想起与林美的相识，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。那是5年前，我刚刚从财务总监的位置上退下来，转而担任财务部主管，更多的负责具体业务而非管理工作。这个决定让当时的公司管理层
有些惊讶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主动放弃高位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时的人事总监好奇地问我。我更喜欢做实际的工作，而不是整天开会和处理人际关系。我如实回答。况且，我觉得自己的能力还不足以胜任总监的位置。正是在那次职位变动后的交接会议上，我遇见了刚刚从外企跳槽过来、出任市场总监的林美。她干练、自信，发言时那种不可撼动的气场立刻吸引了我的注意。会后，我们在电梯里偶然相遇。你好，我是林美，新来的市场总监。她主动向我伸出手。陈明，财务部主管。我有些拘谨地与她握手。哦，我听说你之前是财务总监。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。是的，但我更喜欢做具体的工作。我重复了之前的回答。他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。这个世界上，恐怕只有你会主动选择往下走。不过，我欣赏这种不随波逐流的态度。就这样，我们开始了交往。与大多数办公室恋情不同，我们的关系并未受到太多非议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分属不同部门，不存在直接的上下级关系；另一方面，或许也是因为大家都认为，像林美这样强势的女性和我这样温和的男性，某种程度上正好互补。结婚后的前3年，我们的生活堪称美满。林美在工作中展现出的强势和雷厉风行，在家庭中则转变为体贴和温柔。她会为我准备健康的早餐，记得我所有的生日和纪念日，甚至会在我工作压力大时主动提出帮我分担家务。你知道我为什么爱你吗？有一次，他靠在我怀里轻声问道。因为我帅，我半开玩笑地说。他轻轻拍了我一下。是因为你从不在乎我比你强势，也不试图压制我的光芒。你让我可以完全做自己，这在男人中太少见了。那时的我深信，我们的关系会一直这样和谐下去。即使林美偶尔会带着工作情绪回家，或者因为应酬而深夜归来，我也从未怀疑过她对我的感情。然而2年前，变化悄然发生。首先是林美开始越来越频繁的出差和加班，有时甚至整个周末都在公司。其次，她与我的沟通明显减少，即使在家，也常常心不在焉地盯着手机屏幕。工作太忙了，市场部最近接了几个大项目，这是她的标准回答。作为体谅的丈夫，我选择了理解和支持。我会在他加班时送去宵夜，在他疲惫时主动承担家务，甚至在他因工作压力大而无端发脾气时，也尽量保持冷静和包容。就在这种状态下，王林出现在了我们的生活中，确切地说，是出现在了林美的生活中。1年前，王林作为应届毕业生加入了公司的市场部。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工作态度，他很快获得了林美的赏识，从普通职员晋升为助理。此后，林美与王林几乎形影不离，出差、会议、客户拜访，王林始终陪伴在侧。王林真的很有灵性。林美曾这样向我描述她的助理，她总能理解我的想法。有时候我一个眼神，他就知道我需要什么。当时我只是为妻子找到得力助手而感到高兴，并未多想。但现在回忆起来，种种迹象已经开始显现。林美对王林的称赞越来越多，两人共处的时间越来越长，而我们夫妻之间的交流则越来越少。最明显的转变发生在3个月前，林美突然提出要搬进书房工作和睡觉。我最近工作压力太大，
常常需要熬夜，不想打扰你休息。他解释道。我虽然心有不舍，但还是尊重了他的决定。此后，我们甚至在同一屋檐下过着同床异梦的生活，交集越来越少，对话越来越少，亲密接触更是几乎为零。你最近都不碰我了，是不是外面有人了？有一次，我半开玩笑地问他，他立刻变了脸色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工作这么辛苦，回家还要被怀疑。看着他激烈的反应，我连忙道歉，并再次选择了理解和忍让。但这个反常的反应，如今想来，竟是如此刺眼的信号。1周前，林美告诉我，她要从我们的共同账户中取出一笔钱。我爸妈年纪大了，我想给他们在市中心买套小公寓，方便照顾。她说，当然可以。我毫不犹豫地同意了。你有心了，那是一笔不小的金额，足够在我们城市的2环买一套小2居。但我从未怀疑过林美的用意，毕竟照顾老人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。直到今天，当我看到他将那把宝马钥匙交给王林时，所有的碎片突然在我脑海中拼合成了一幅完整的图画。那笔钱或许根本就不是用来给他父母买房的，而是用来购买这辆送给王林的豪车。而这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？我不敢，也不愿去深想。午饭时间，听到王林那句意味深长的林总对我很特别后，我做出了一个可能改变我们所有人命运的决定，去人事部，不是去发泄，不是去告状，而是要用最专业、最理性的方式揭开这个我已经无法忽视的真相。走向人事部办公室的那段路，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几分钟，每一步都像是踏在刀尖上，既痛苦又清醒。我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，但我知道保持沉默已经不再是选项。人事部的门前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抬手敲响了那扇可能通向真相的门。请进。人事总监张丽的声音从里面传来。推开门，我看到张丽正在电脑前忙碌。看到我后，她微微一愣。陈主管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并不熟悉，工作交集很少。我突然造访，确实让他感到意外。张总监，我有些事情想跟你商量。我尽量保持声音的平稳，是关于公司资产使用的问题。张丽示意我坐下。请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斟酌着用词。今天的月度表彰会上，市场部的林总监送给他的助理王林一辆宝马轿车，作为工作奖励。什么？张丽显然震惊了。一辆宝马？你确定？我亲眼所见，钥匙就是在会议上当众赠送的。我继续道，作为财务部主管，我认为这种资产转移可能涉及公司财务和税务问题，所以特地来咨询。我刻意避开了林美是我妻子这一事实，纯粹从专业角度提出质疑。毕竟，一个部门主管用公司名义送价值30多万的豪车给下属，确实存在诸多不妥之处。张丽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。陈主管，你确定这辆车是以公司名义赠送的？这点我不能确定。我诚实地回答。但在公司的正式场合，由部门主管向下属赠送如此贵重的礼物，无论以什么名义，都会让人联想到公司资产的不当使用，不是吗？张丽点点头。你说的有道理，这确实涉及到利益输送和公司治理的严肃问题。我会立即向董事长汇报，并展开调查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电话响了起来。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，对我说：“不好意思，董事长的电话，我得接一下。”
我点头表示理解，起身准备离开，却被他示意留下。喂，张董。张丽接起电话。是的，陈主管正在我办公室。好的，我们马上过来。挂断电话，张丽对我说，董事长要见我们。现在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没想到事情发展得如此之快。跟随张丽来到董事长办公室，我的心跳不受控制的加速。董事长张明峰是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，白发苍苍，但精神矍铄。他示意我们坐下，开门见山地问道：陈明，听说你对林总监赠送豪车给助理的事情有意见。我有些惊讶，董事长竟然这么快就知道了，但仍然保持镇定。张董，我只是从财务合规的角度提出疑问，如此贵重的礼物，若是公司资产，应当有正式的审批流程；若是私人行为，也不应在公司正式场合进行，以免引起误解。董事长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你知道林美是你的妻子，而你却选择来人事部反映问题，而不是私下与她沟通，这是为什么？这个直接的问题让我措手不及。原来董事长早就知道我和林美的关系。张董，正是因为她是我的妻子，我才更要保持专业和理性。我坦然回答，如果我直接质问她，可能会被视为个人感情问题，但作为公司的财务主管，我有责任确保公司资产的合理使用。董事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你的职业操守令人钦佩，不过这件事背后还有你不知道的情况。他转向张丽，把那个文件拿给陈主管看看。张丽从包里取出一个文件夹，递给我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一份内部调查报告，日期是3个月前。报告中详细记录了林美与王林的异常往来，包括频繁的私下接触、不明资金转账，甚至有员工目睹他们在办公室外的私密行为。更令我震惊的是，报告中还提到了林美利用职权为王林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证据，包括越级提拔、虚报业绩以及挪用公司资金。这是真的吗？我的声音有些颤抖，内心如同被一记重锤击中。我们一直在秘密调查，今天的豪车事件只是冰山一角。董事长严肃地说，林美不仅违反了公司规定，还触犯了法律。我们原本计划在收集更多证据后再采取行动，但她今天的行为实在太过明目张胆。我仿佛一下子被抽干了所有力气，瘫坐在椅子上。不仅是妻子的背叛，更是对我职业道德和人格的双重打击。陈明，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艰难。董事长的语气突然变得温和，但我必须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决定解除与林美的劳动合同，并视情况决定是否追究法律责任。我沉默了良久，最终只说了一句话：我理解，这是公司必须做出的决定。离开董事长办公室后，我没有立即回到自己的位置，而是找了个僻静的角落平复心情。内心的震撼和痛苦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。原来我以为的工作忙碌、加班应酬都可能是谎言。我信任的妻子早已在背后背叛了我的感情和信任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林美发来的短信：今晚我可能不回家了，有个重要客户需要陪同。看着这条再熟悉不过的信息，我感到一阵心寒。这究竟是第多少个重要客户了？我甚至不确定这次又是什么样的谎言。此时的我已经不再是那个隐忍退让的丈夫。我决定是时候面对这一切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发出了一条简短的信息：
我们需要谈谈，现在就在你办公室。林美很快回复，我正在开会，等会行吗？不行，现在，我罕见地坚持道。10分钟后，我站在了林美办公室门前，轻轻敲门后，她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请进。推开门，林美正坐在办公桌后，王林则站在一旁，两人似乎在讨论什么文件。看到我进来，他们明显都有些惊讶。陈明，有什么急事吗？林美的语气有些不悦，显然对我的打扰感到不满。我想和你单独谈谈。我看了王林一眼，语气平静但坚定。王林似乎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，主动说道：林总，我先出去了。他离开后，我关上了办公室的门，转身面对林美。那辆宝马是怎么回事？林美的表情微微一僵，但很快恢复了镇定。就是对王林工作表现的奖励。有什么问题吗？用我们的钱给他买豪车，你不觉得有必要先和我商量一下吗？我的声音依然平静，但内心已是波涛汹涌。那笔钱是我自己的奖金，我有权决定怎么使用。林美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，况且这是我对下属的激励，与家庭无关，是吗？我冷笑一声。那你能解释一下，为什么上周从我们共同账户取出的那笔给父母买房的钱，恰好与这辆车的价格相当吗？林美的脸色立刻变了。你在监视我？不，我只是在关心我们共同的财产去向。我继续道，还有，这种级别的奖励是否经过了公司的正式审批流程？你什么意思？林美的语气开始带着警惕。你不会是去向公司告密了吧？我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反问道，如果一切合法合规，为什么怕我告密？就在我们对峙的时候，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敲响，随后人事总监张丽和2位保安走了进来。林美女士，很抱歉打扰，请您立即收拾个人物品，跟我们离开公司。张丽的语气公事公办，毫无情绪波动。林美震惊地站起来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董事会已经决定解除与您的劳动合同，理由是严重违反公司规定，涉嫌挪用公司资产。张丽递给他一份文件，这是解除劳动合同的通知书，请您签收。林美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是你做的？你居然向公司告我的状？我只是履行了一个财务主管的职责，仅此而已。我平静地回答，尽管内心已经痛苦不堪。林美的脸顿时变得扭曲。你这个懦夫，从来只会躲在规则后面，没有一点男人的样子。难怪我会。他突然停下，似乎意识到自己说的太多。会什么？我逼问道。会背叛我，会与你的助理发展不正当关系。林美震惊地看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已经知道了这么多。够了！张丽打断了我们的对话。林美女士，请您配合离开，如果有异议，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。林美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开始收拾她的个人物品。整个过程中，她一言不发，但那种愤怒和恨意几乎要溢出来。当她被保安护送离开办公室时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她的背影渐渐消失在走廊尽头。那一刻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和失落。我们的婚姻就这样结束了吗？正当我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时，办公室的门再次被敲响。王林站在那里，脸色苍白。陈主管，我能和您谈谈吗？他的声音微微发抖。我点点头，示意他进来。也许是时候听听另一个当事人的解释了。王林走进办公室，轻轻关上门，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，神情紧张而复杂。陈主管，
我不知道您和林总是夫妻关系。他的声音很低，几乎是在自言自语。这不重要，我淡淡地说，重要的是你和林美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那辆车又是怎么回事？王林深吸一口气，似乎在鼓起勇气。林总告诉我，那辆车是公司奖励给我的，因为我帮他完成了几个重要项目。公司？我冷笑一声，公司什么时候有过这种奖励制度？我不知道。王林的声音更加颤抖。我只是相信了他的话。我盯着他的眼睛。那你们之间的关系呢？仅仅是上司和下属吗？王林沉默了片刻，然后像是下定决心般抬起头。不仅仅是。林总对我有特殊的感情，而我被他的魅力和地位所吸引。但我发誓，我从来不知道他已婚，更不知道她的丈夫就是您。她的坦白让我心如刀绞，尽管早有预感，亲耳听到终究是另一种痛苦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我强迫自己继续问道。3个月左右。王林低下头。自从我成为他的助理后，他开始对我特别关注。起初我以为只是工作上的赏识，后来才发现他的意图。3个月，正是林美搬进书房居住的时间点，一切都对上了。那辆车真的是他个人买的吗？我继续追问。王林犹豫了一下，我不确定，他只是说这是对我的奖励，是公司批准的。你知道这涉嫌挪用公司资产吗？我的语气变得严厉。王林脸色更加苍白。我真的不知道。林总说一切都合规合法，我没有理由怀疑他。我长叹一口气，感到无比疲惫。现在你知道了真相，准备怎么办？我会立即辞职，并归还那辆车。王林坚定地说，我从来不想卷入这种复杂的关系中，更不想因此伤害任何人。他的态度似乎很真诚，但此时的我已经无法轻易相信任何人。你的决定很明智。我只是简单的回应，然后示意他可以离开了。王林转身走到门口，却又停下脚步。陈主管，我真的很抱歉，如果早知道这一切，我绝不会。够了，我打断他，现在说这些都太晚了。他默默点头，轻轻关上门离去。办公室再次恢复寂静。我瘫坐在椅子上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空虚和疲惫。短短几个小时，我的婚姻，我的信任，我的生活，一切都崩塌了。手机震动起来，是林美发来的短信。我在家等你，我们需要谈谈。我没有回复，只是默默收拾东西，准备离开公司。此时已是下午，但我的心情如同午夜般黑暗。离开前，我去见了董事长，简单汇报了与王林的谈话内容。他说会辞职并归还那辆车。我平静地说。董事长点点头，这是明智的选择。陈明，你还好吗？谢谢关心，我需要一些时间。我勉强挤出一个微笑。你是个好员工，更是个正直的人。董事长拍拍我的肩膀，公司不会因为这件事对你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。如果需要休假调整，随时提出。我感激地点头，然后离开了。站在公司大楼前，夕阳西下，金色的余晖洒在街道上，人来人往，一切如常。但我知道，我的世界已经天翻地覆。深吸一口气，我上了车，准备前往那个曾经被称为家的地方，面对一场注定艰难的对话。回家的路上，我的思绪如同乱麻。过去5年的婚姻在我脑海中不断闪回，那些甜蜜的瞬间，那些无言的陪伴，那些我们共同度过的日日夜夜，一切都将要成为过去。推开家门，
林美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面前放着一杯已经凉透的咖啡。听到声音，她抬起头，眼睛红肿，显然哭过。我们需要谈谈。她的声音嘶哑。我默默脱下外套，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，保持着一定的距离。你想谈什么？为什么？她直视着我的眼睛。为什么你要向公司告发我？我没有告发你，我平静地回答。我只是履行了作为财务主管的职责，询问了一笔异常资产转移的合规性。至于后续发展，那是公司基于已有的调查做出的决定。已有的调查？林美惊讶地瞪大眼睛。你是说公司一直在调查我？根据董事长的说法，是的，我继续道。关于你和王林的关系，以及可能存在的资金挪用问题，林美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似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我可以解释。不用了，我打断他。王林已经承认了你们的关系，我只想知道一件事，为什么？林美沉默了良久，最终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瘫坐在沙发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或许是因为工作压力，或许是因为寂寞，又或许，他停顿了一下，或许是因为我需要被崇拜和仰视的感觉，而我不能给你这种感觉，是吗？我苦笑道。因为我选择从总监降为主管，因为我更看重实际工作而非职位权利，因为我总是退让和包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林美急忙辩解，我爱你的温和和体贴，但有时候我也需要激情和征服感。王林年轻有活力，对我充满崇拜，这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他的话如同一把刀，深深刺入我的心脏。原来我的付出和忍让，在他眼中竟然成了某种缺陷。那辆车呢？我继续问道。真的是用我们的钱买的？林美咬了咬嘴唇，最终点了点头。是的，我撒谎了，那笔钱根本不是给我父母买房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我的声音开始变得冰冷。你不仅背叛了我的感情，还利用我们的共同财产去讨好你的情人。我知道我错了。林美的声音带着哭腔。给我一次机会好吗？我会结束与王林的关系，会重新做一个好妻子。我看着她，曾经深爱的女人，如今却变得如此陌生。太晚了，信任一旦破裂，就无法修复。更何况，你已经失去了工作，可能还会面临法律责任。什么？林美骇然道。法律责任？董事长提到，你涉嫌挪用公司资金。我平静地说，如果证据确凿，公司可能会追究法律责任。林美的脸上写满了恐惧。我只是想要奖励表现优秀的下属。用公司的钱，还是用我们的钱？我反问道。无论哪种，都是不当行为。林美崩溃地哭了起来。求你了，帮帮我！你在财务部，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。我看着他，心中只剩下失望和悲哀。我不会做任何违反职业道德的事情，即使是为了你。你就是这样。林美突然歇斯底里地喊道，永远躲在规则背后，永远这么正直，永远这么无趣。难怪我会被王林吸引，至少他敢于冒险，敢于追求刺激。他的话像一记耳光，狠狠抽在我脸上。我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既然如此，我想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。我会搬出去住，离婚文件会由律师送来。你不能这样对我。林美惊慌失措地抓住我的手。我们还有救，不是吗？5年的感情不能就这么结束。我轻轻挣脱他的手。是你结束了这段感情，林美，不是我。说完，我转身走向卧室，
开始收拾必要的个人物品。身后传来林美的哭泣声，但我的心已经麻木，无法再为之触动。半小时后，我拖着简单的行李走出了那个曾经充满爱与温馨的家。踏入夜色中，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解脱与孤独。5年的婚姻就此画上了句号，但我知道，比起继续生活在谎言和背叛中，这个结局或许更加仁慈。当晚，我住进了一家酒店，给父母打了电话，简单解释了情况。电话那头，母亲心疼的声音让我鼻子一酸，但我没有哭，只是说自己没事，需要一些时间调整。挂断电话，我站在窗前，看着城市的灯火，一切都结束了，但某种意义上，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半年后，我坐在一家咖啡馆里，翻看着手中的离婚协议书。林美最终同意了我提出的所有条件，包括财产分割和补偿条款。她也因为涉嫌挪用公司资金被警方调查，最终支付了巨额罚款，并接受了警方的行政处罚，幸运地避免了牢狱之灾。这半年里，我搬到了另一个城区，开始了全新的生活。公司非但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对我有任何不公正的待遇，反而因为我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职业操守和诚信，提拔我担任了财务副总监的职位。生活总是充满讽刺，我主动选择从总监降为主管，是因为我更喜欢实际工作而非管理。而现在，正是这种对工作本质的坚持和对职业道德的忠诚，让我重新获得了更高的职位。至于王林，我听说他辞职后去了另一个城市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他确实如承诺的那样归还了那辆宝马，并向公司做出了书面道歉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他也是这场闹剧的受害者，被林美的地位和魅力所诱惑，卷入了不该有的关系。咖啡馆的门被推开，一位老熟人走了进来，正是公司的董事长张明峰。来晚了，抱歉。他笑着在我对面坐下。没关系，我也刚到。我回以微笑，合上文件夹。离婚手续都办完了？他关切地问道。我点点头，是的，一切都结束了。感觉如何？解脱，但也有些空虚。我诚实地回答，毕竟是5年的感情。董事长深以为然地点头，理解。不过你做了正确的决定，无论是作为丈夫还是作为公司的管理者。谢谢您的理解和支持，我感激地说。对了，下个月的管理层调整，你愿意再次担任财务总监吗？他突然问道。我微微一愣，为什么是我？因为你证明了自己不只有专业能力，更有坚守原则的勇气。董事长意味深长地说，在可能伤害自己的情况下，仍然选择做正确的事，这种品质比任何技能都珍贵。我沉默了片刻，回想起当初从总监降为主管的决定，以为那是退缩，其实是我在寻找自己真正想要的位置。而现在，经历了这一切后，我对自己的认知更加清晰。我接受，我最终说道，但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董事长好奇地问。我希望能够既管理财务部，又能参与具体的财务工作。我解释道，我发现我既享受解决实际问题的成就感，也开始理解管理者决策的重要性。董事长赞许地笑了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管理者，既了解基层工作的实质，又能站在更高的位置做出决策。你的条件被接受。与董事长分别后，我独自走在街头，感受着初秋的微风。半年前那个痛苦的下午，我做出了人生中最艰难却也最正确的决定，不回避问题，不逃避责任，
直面真相，哪怕它可能摧毁我珍视的一切。现在回头看，那一刻的选择不仅保全了我的职业尊严，也让我从一段虚假的婚姻中获得了解脱。很多人会问，如果面对妻子的背叛，是选择大闹一场，还是选择默默去人事部？我的答案是，无论选择哪条路，最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尊严和原则。愤怒和冲动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宣泄，但理性和冷静才能让我们在危机中保全自己的底线和未来。就像我当时选择去人事部，而非当场与林美对峙，不是出于懦弱，而是出于对职业和自我的尊重。生活中的每一个选择都在塑造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。当妻子当众送助理豪车时，我选择了沉默；当真相浮出水面时，我选择了正视；当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选择了重新开始。这些选择最终让我明白，有时候看似最不起眼的行动，却能引发最深远的变革；看似最软弱的忍让，背后可能蕴含着最强大的力量。如今，我不再是那个总是退让的丈夫，也不再是那个不愿担任管理职位的员工。我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，找到了在专业和管理之间的平衡点。至于爱情，或许它会再次来临，或许不会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已经学会了如何在保持善良和温和的同时，也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。这或许就是这段痛苦经历给我的最宝贵礼物。当你面对背叛和欺骗时，愤怒是必然的，但如何行动才是真正的考验。有时候，最强大的反击不是声嘶力竭的控诉，而是冷静理智的应对。就像我选择去人事部，而非当场与妻子对峙，最终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让正义得到伸张。所以，当你的另一半背叛你时，你会选择怎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？是情绪化的对抗，还是理性的行动？答案或许因人而异，但原则永远不会改变：保持尊严，坚守底线，为自己的未来负责。感谢大家的观看。本期故事精彩吗？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